2回目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嘿，大家伙儿早喽！8月8号星期四，看，今天的朝霞有点漂亮，是不是？今天的朝霞有点漂亮。有时候就是无意间跑过一座桥，或者跑过一个路口，就能邂逅美景。而且今天特别的凉快，不知道为什么。那昨天刚刚立秋，但是我觉得可能还得再热起来，因为我印象中去年好像就是8月份的一场北海道的马拉松，那时候特别热，大河原先生去跑步避暑了，但是开心啊！有时候就是这一点小小的东西，就能让你高兴好长时间。因为确实现在的生活，大家生活每天都是差不多一个样。有小伙伴问我说：“跑步之后拉伸吗？”跑完步之后2个小时都干什么？我说好精确呀。我说我给那位小伙伴回的是不拉伸，吃饭上班，对，每天都一样，所以每天需要一些不同的刺激，不同的精彩。就比方说今天想跟大家聊什么呢？昨天晚上我们又是夏天的聚会，大人的早训练，几位小伙伴吃饭喝一杯，昨天喝到了差不多晚上10点多睡觉。看我今天也还行，是不是？没什么问题。但是通过跟大家聊天，我知道了一些，或者有了一些新的在马拉松或者在跑步上的目标和新的期待，一会儿跟大家聊啊。加油干！小伙伴们看前面的朝霞，把 NHK 还有大阪历史博物馆这个楼照得多漂亮。那今天是个好天气，前段时间每天都跟蒸笼一样，而且不通透。前天下了一场大雨，然后昨天又是闷热的一天，今天一下就好起来了。今天出门发现忘带心率带了，那怕吵家属睡觉没带回去拿。咱们就看看手表，手表现在表现很不错，我觉得Pace 3真的是不错。这个角度正好太阳从2棵树中间露出来。今天还有小伙伴说要来偶遇呢，我跟他说的是差不多6点10分到6点半之间这段时间我会出现在喷水池那儿，因为昨天晚上有个安排，今天就没有把时间说那么死。我绕一圈到喷水池应该差不多6点10分。昨天跟小伙伴们聊，给我唤起了我一个记忆，原来是我看过一次，但是我忘记了，当时没太往心里去。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是出了门以后才想起来的，我没有查资料，所以只能我知道多少跟大家说多少。就是在日本跑步有一个就类似于大满贯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吧，这么一个小成就感。这成就是什么呢？就是全马破3，然后100公里破10，之后就是几周前本田先生他们去的那个富士山，冲上富士山顶。现在我还差最后一个，而且那天是上
一次的合练，还给大家看了本田先生那双 Vaporfly 3从富士山回来以后的样子。我们先超过它，再跟大家聊。富士山那比赛就是每年的7月中，是挺热的。然后呢，它是2个组别，一个组别呢只能跑到，就上不到山顶，然后另外一个组别是上到山顶，要冲击最后最难的部分。而且这个就有点像国内的一些100公里的赛事的要求，就是它要求你必须要首先你必须要完成过第1个短距离的组别的比赛，同时呢，在这个比赛里，你还要在多长时间以内，好像2个多小时。那个时间我肯定没问题，只要我是正常的，应该是很没问题。所以呢，意思就是，如果我想完成我刚才说的这个目标，就是 Sub3、Sub10，还有富士山，那我还需要2年。明年报名参加第1个简单的组别，先拿到资格，然后后年去登顶。那平田先生他们都上过。昨天野口先生说，他觉得富士山要比佐吕间湖的100公里还难。为什么呢？因为富士山的海拔是3700多米，要一直上到顶，从底下上到顶。底下的海拔我估计也就是北京那样几十米吧，我没有具体了解。也就是说，大概有3000多米的爬升。虽然路程很短，就是最长的那个就爬到顶的比赛只有1个半马，就21公里。但是到顶以后，我看他们发的照片都是精疲力尽。我也看过其他人的视频，我知道这个比赛，但是今年我忘记了。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三个完成这3个愿望这个事儿，我也给忘记了。昨天小伙伴一聊，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听说过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又开启了人生的1个或者2个目标。第1个目标是富士山登顶，要2年。第2个目标其实就是第1个目标。这个完了以后就成为了Sub3、Sub10和富士山登顶完赛的选手，并且应该都是在除了 Sub3以外，都是在日本第1次，而且在这儿也破3过。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什么纪念的成绩单一类的，还是很期待的。所以你说马拉松跑步要什么呢？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要个成就感，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有小伙伴就说夏天其实身体还能坚持，但是就是心里烦，跑不动，就跑一会儿就不想跑了。我也是这样的，不瞒大家说，我现在就有点不想跑了，就觉得时间过得特慢。尤其是上个月这1个月很闷热，每天都特别煎熬，真特别煎熬。幸亏跑了那个100公里，让我在7月初刚回来的时候可以放纵一下，不练那么多，有个借口。我其实还是一个挺能对自己下得去狠心的那种性格的人，所以大家期待明年的7月，我更期待我们去富士山。我还没去过呢，我就去过一次箱根汤本温泉，在泸沽湖边上。所以你们看，跑马拉松、跑步，你就能解锁好多不一样的东西。比方说，去德国玩，假设您喜欢近代史，那去波茨坦广场，去看那些
就是那些历史，去柏林墙的遗址。但是呢，你如果是去跑马拉松，大概在柏林马拉松最后的好像10来公里吧，就会跑过波茨坦广场。还有像就说富士山这种，或者像佐吕间湖，或者是好多马拉松都会跑过城市很有名的地方。比方说北京马拉松，你能从原来其实还能跑，现在你绝对不太可能能随便跑在长安街上跑过去。像我小时候随便，小时候也没有，就也没有围栏，也什么都没有，真的随便。但是社会在进步，然后还跑经过2次鸟巢，一次是鸟巢是终点，一次是北京半马路过鸟巢，就是从鸟巢里穿过去，那其实也挺有仪式感的。还有大阪的半马跑进大阪这边的体育场，还有东京的半马，在就算是日本的就鸟巢那个地位吧，国立体育场。这种都是，就是你说你当游客可以看吗？可以看，是不一样的体验，真的是不一样的体验。还有伦敦马拉松那天，那次特别紧张，因为又赶上铁路系统罢工，然后又一个人去，又特别热，好多都没想，就迷迷糊糊的站在了起点。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因为在那边一直看英文，我没反应过来。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快比赛开始了。我说我在格林威治，我在时间的0点，就时区的0点。我这个感觉就真的是不一样了。但是一瞬间就开始比赛了。然后最后冲刺的时候也没有太仔细看白金汉宫，因为其实都没冲刺，走下来的。最后那天太热，而且我太菜了。虽然你看我去这些地方跑步，很多去玩必须看的或者都会看的景点我没看，比方说像伦敦那个卫兵换岗什么的我都没看，因为我嫌麻烦。但是我也有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我特别难忘或者觉得特别合适的就是波士顿的大雨，因为如果是个晴朗特别好的天气去完成那场比赛，好像没有那么壮丽。而且跑步让我认识这么多小伙伴，不管是在国内咱们频道这么多观众，偶遇的观众，或者说机缘巧合认识的朋友，但是在这边认识的这些小伙伴们，在北海道那么偏僻的一个乡村的湖边的100公里上，能和在大阪认识的野口先生、水泽先生在赛道上打招呼击掌，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如果没有马拉松，没有跑步，我一生可能都不会有。我今天光抒情了，中心就是我的新目标。因为3000多米的爬升，我不知道大概什么概念，可能就是5个香山，在北京的香山。而且是跑上去，他那比赛特别逗，到最后的那一段是很危险的登山，它其实和游客登富士山是同一条路，所以还会有游客给你加油。然后那段很危险的，是组委会还会发你一个头盔，你得戴着头盔登上去，强制的。那头盔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我戴着应该特别不一样。我可能会在今天影片里贴一贴他们发的富士山的比赛照片，所以可能前面就有，也可能现在有。
你看今天好凉爽，我到现在都没怎么出汗，太开心了。好久没来看柯南了，听说是8月16号国内上映是吧？大家可以去看看。那韩馆的100万夜景，叫100万美元夜景。韩馆的那个韩馆山上的夜景好像是世界3大夜景之一，另外那2个我不知道是哪儿。但是我觉得在清水寺上看京都，原来在香山顶上看北京，这都挺好看的。柯南迷一定去看看今年的剧场版。那最后的肯定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对吧？最后的彩蛋。但是我也不明白，不是最早说剧场版不牵扯主线吗？现在这个，那可能要不然就是这个剧情和主线没关系，要不然就是作者把持不住。行吧，跟大家聊一路进大阪城。今天他们是拖鞋爱好者的慢跑会，我去见小伙伴。现在是5点58，我还有1.2公里到喷水池，我稍微兜一圈正合适。嘿，小伙伴们，看我跑特快，我还有200米到，现在是6点07。刚才跑过就他们的早晨的拖鞋同好会，一起慢跑过。我先是跟大家打招呼，然后和大家早还有大姨妈和后等先生道谢，各位早还有大姨妈。然后突然大黑人先生喊说：“李博，你的观众在那边等你。”小伙伴已经到了，没想到来这么早，所以有时候大家来玩，我这么早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本来就来旅游就累，尤其是关西这边旅游，大部分都得走着，而且又早，还比国内还得早。现在这儿的6点，国内的5点。要昨天来的话，等于少睡了好久。是不是站着那位？您好，是您吗？刚才大河原先生跟我说有人在这儿等我。你介意入境吗？我不介意了，太不介意了。哦，小伙身材真棒啊！谢谢。咱们慢慢跑，慢慢聊。跟您一起。我把表开着啊。啊，那你先开，咱们再跑，这样不耽误。我身材真好，20多岁。32吧。34，可以。跑过吧。好，成绩应该很不错。不，成绩今年才跑的全马321。321。哦，那跑的时间挺长的，但是吧，每次距离这练的也不是特别细。咱们这么走。他看这身材34练成这样很精英了，还是说本身就瘦？本身可能也加上练瘦。行，那我们聊会儿天啊，咱们训练后再见。8月8号星期四清晨7点半，我都7点半了，训练结束。今天跑了25公里，平均配速5分07，平均心率144。今天忘带心率大了，一开始说，但是你看平均心率从来不会有问题，但是在最后我出汗多的时候飘了一下，最大心率飘了一个183。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您瘦到我这程度，而且我跟高驰的小伙伴聊过，也不单纯是因为瘦，每个人的血管还有这个反射是不一样的。就是所以我老带心率带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光电的臂带就足够。我觉得那种胸带已经到了淘汰的时候。高驰那个臂带挺不错的，我一直带那个，我今天忘了，但是我现在不太在意这个事情。累计爬升了80米，垂直振幅4.9，平均步幅只有98厘米。今天后来又遇到一位小伙伴，也是来玩的，之前没联系过，然后大黑人又看见大黑人先生，大黑人先生特别的开朗，特别的 open， 特别好。然后昨天在一块儿干杯的小伙伴，今天又出现在了大阪城的跑道上。
真的是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经历啊。好吧，看这墨镜还行，选了个红色腿儿。这戴墨镜唯一的对我来说的小遗憾就是这个地方帽子这儿有时候会不太舒服，同时呢就擦汗不太方便。但是今天这些太阳确实比不戴墨镜舒服不少，眼睛没有那么的，就是有时候在外边跑，比方跑25公里，你看今天跑了2个小时09分钟，就晃了2个小时09分钟，还是挺完事以后会有感觉的。行，不跟大家多说了，相机可能快没电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又一个新的人生目标，我们一起努力加油。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明天再见。